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s 修诊所的阿肖，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们今天要来拆解的是一个真真实实发生在台湾的保育故事。主角呢是一种你可能听过，但坦白说，我们多数人其实都对它很陌生的一种神秘生物——穿山甲。不过，这不只是一个关于动物的故事，它更是一个关于科学、关于在地社群的信念，以及人跟土地的关系如何能够产生180度大翻转的深刻案例。刚刚这段话是来自一位高雄码头山的在地居民，我觉得他非常精准地点出了整个故事最核心的精神，那就是转变。你想想，从过去被认为是不吉利、最好离得远远的对象，到现在变成整个社区大家一起跳下来共同守护的宝贝，这个转变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深入探讨的。好，在我们深入台湾的故事之前，我们先把镜头拉远一点，放到全球的尺度来看。穿山甲这个物种其实是一个大家族哦，全世界总共有8种，一半也就是4种分布在亚洲，另外一半呢则是在非洲。但残酷的现实是什么？现实是这8种穿山甲没有任何一种是安全的。对，你没听错，是全部。因为它们的鳞片跟肉在一些传统观念里被认为有特殊的价值，结果就导致了全球性、毁灭性的非法盗猎跟贸易。最终的结果就是，所有种类的穿山甲通通都面临着灭绝的高度风险。这也让任何一个地方只要能出现成功的保育案例，都显得格外珍贵。所以在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危机底下，台湾的故事就提供了一个非常具有启发性的在地解答。接下来，我们就要深入这个可以说是从土地里自己长出来的保育模式，来看看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穿山甲这种生物真的非常特别，它们是夜行性动物，白天我们基本上看不到它，晚上才出来活动。主要的食物是蚂蚁跟白蚁，而它们最脆弱的一个点就是繁殖率极低，一年通常只生1胎。这代表什么？这就代表它们的族群一旦受到伤害，要恢复那个速度会非常的缓慢，这也让保育工作变得更加艰巨，对吧？好，我们故事的舞台就聚焦在台湾南部一个叫做码头山的地方。这里后来成为了理解并且拯救台湾穿山甲最关键的前线。你甚至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座活生生的、直接开在大自然里的户外实验室。而且你知道吗？有趣的是，码头山这个地方过去一直被大家认为是不毛之地。从地质上来看，它是典型的泥岩恶地，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光秃秃的，好像什么都长不出来。但是科学研究却完全颠覆了这个刻板印象。原来这里茂密的竹林底下根本是白蚁的温床，而白蚁恰好就是穿山甲最主要的食物来源。这个过去被大家误解的贫瘠之地，竟然是一个物种的天堂，一个避风港。带领这项研究的是屏东科技大学的孙敬明教授，可以说他和他的团队是第一批真正揭开码头山生态真相的先锋。他们的发现不只是证实了这里对穿山甲有多重要，更重要的是为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的整个社区保育行动奠定了最关键的科学基础。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你要保护一个物种，前提是你得先彻底了解它，对吧？对于穿山甲这种又神秘又害羞的夜行性动物，科学研究就成了所有保育行动的第一步。那我们就来看看科学家们到底是怎么做的。他们的研究工作基本上可以拆解成4个关键步骤。首先，第一步，追踪。他们会用无线电发报器先精准地锁定穿山甲的位置。再来，第2步，捕捉。这一步就需要熟悉地形的居民来帮忙了，找到它的洞穴，然后非常小心地、温柔地将它请出来。第3步，分析。捕捉到之后，立刻进行健康检查，测量体重，采集各种数据。最后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释放。确保它一切安好之后，再把它安全地送回原来的家。这里面的每一步都仰赖着极大的耐心和专业。而且我们必须要理解，这份工作远比听起来要困难得多。研究人员跟志工们常常得在3更半夜钻进那一种完全没有路、长满了刺的竹林里面，有时候甚至要手脚并用，在陡峭的山坡上慢慢摸索前进。这不只是体力活，说真的，更是对意志力的极大考验。
科学数据听起来可能有点冰冷，但我们可以透过一个个体的故事来感受这份工作的温度。这只穿山甲叫做阿佳，它在才4个月大的时候就跟妈妈走失了，后来被送到收容中心人工养大。1年半前，它被野放回码头山。这次研究团队再次找到它进行健康检查，结果发现它长得非常健康，体型壮硕。这个结果让所有参与的居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因为他们可以说是看着阿佳长大的，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除了追踪穿山甲本身，研究团队也花了很多心力去研究它们吃什么。他们会在不同的地方设置蚂蚁陷阱，也会收集地上的落叶层来分析里面的昆虫。好，重点来了，他们还特别去做了一个比较，一种是使用除草剂的惯性农法田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会规律使用化学药剂的耕作方式；另一种呢，则是完全不用的友善农场。他们要去比较这2种田地里的蚂蚁数量和种类到底有什么差别。研究结果可以说是非常明确，数据分析显示，没有使用除草剂的友善农场里面的蚂蚁数量和丰富度都远远高于惯行农法的农场。这就直接证明了一件事，友善的农业耕作方式能够直接支持穿山甲的食物来源。这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农民其实可以成为保育工作中最关键的盟友。我们继续聊下去，在整个计划最核心也最动人的一个关键，就在于社区的转变。这里的故事真的非常精彩。我们来看看当地的居民是怎么样从过去的旁观者，一步步转变成最积极的守护者。这个转变的对比非常强烈。在过去，因为穿山甲是夜行性动物，又神出鬼没，在传统观念里常常被视为不吉利的象征。但这种根深蒂固的看法是怎么改变的呢？其实关键就在于接触跟理解。当居民们亲眼看到科学家们不畏艰辛地做研究，当他们亲手触摸到温驯又胆小的穿山甲，他们才发现这根本不是什么邪恶的动物，而是一种很可爱、需要被保护的生命。可以说是科学知识打破了长久以来的迷信，让居民的心态产生了180度的大转变。所以现在码头山的居民们扮演了非常多重的关键角色，他们会用自己对山林的熟悉，带领研究团队穿越那些很难走的地形。他们会帮忙挖掘工作，甚至还会自发地组织巡守队。一旦发现有受伤或迷路的穿山甲，他们绝对是第一时间的通报者。可以说，在地居民已经成为研究团队不可或缺的伙伴，是科学家在山林里的眼睛、双手和双脚。这句话完美地诠释了科学跟社群结合之后能够产生多么强大的力量。这种伙伴关系其实是双向的。科学研究为社区带来了新的知识和一种光荣感，而社区的在地知识和实际行动支持，则让研究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甚至可以说是让研究变得可能。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正向循环。然而，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画上句点。即使码头山的模式如此成功，穿山甲的生存之战也还远远没有结束。因为随着时代的变迁，新的威胁正在不断地冒出来。在今天的台湾，对穿山甲最大的威胁已经不是过去那种大规模的盗猎了，反而是更复杂、更贴近我们日常生活的几个问题。其中排名第一的就是流浪犬的攻击。其次是栖地的开发和破碎化，以及一些我们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的人为影响。这里有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例子。很多人会出于爱心去喂食流浪狗，这个行为的初衷绝对是良善的，但是这可能会在无意中导致野外的犬只族群数量过度增长。而这些在野外游荡的犬只，它们的天性就会去追捕、攻击小动物。那行动缓慢的穿山甲就成了最直接的受害者之一。这就显示出保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性问题，它需要更全面的公众沟通和行为上的改变。好，我们简单整理一下刚刚的内容。码头山计划其实为我们定义了一种非常成功的保育模式，我们可以称之为社区保育。它的核心精神就是让科学研究不再只是待在象牙塔里的学问，而是跟在地居民的生活、知识和情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共同创造出一个能够长久运作的保护网。
所以最终的愿景是什么？当然不是只停留在码头山这一个点上，终极的目标是希望能够将这个成功的经验复制、扩散出去，从一个点连成一条线，再扩展成一个面，最后形成一个由许多社区共同协力组成的保育网络，为台湾的穿山甲建立一个真正安全而且能够永续的未来。码头山的故事给了我们一个充满希望的蓝图，它证明了只要方法正确，而且投入足够的心力，改变是绝对可能发生的。它为我们指引了一条由下而上的道路，不仅拯救了码头山的穿山甲，也为所有濒危的物种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未来方向。而这个故事最终也留下一个开放式的问题，一个对我们所有人的提问：在我们的生活周遭，我们是否也愿意跟上，为这片土地上的其他生命多做一点什么呢？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成功的保育关键在于科学专业与在地社群的深度结合。码头山模式证明了，只要将知识转化为信任，就能将旁观者变成守护者，为濒危物种创造真正的未来。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